分量不如從前實在，風評不如剛出道那會兒，渾身上下就剩個中式漢堡標籤的塔斯汀，為啥漢堡變小了還敢賣得更貴了呢？一手中國汉堡的大旗，配上手感现烤的绝活，愣是從华萊士、肯德基、麥當勞3家巨頭的夾縫裡殺出一條自己的路。巔峰時期的塔斯汀門店能突破萬家，直接超越麥當勞中國，站上了西式快餐第3的寶座。前2名正是2000年成立的華萊士和1987年進入中國的肯德基。而塔斯汀呢，從2012年南昌街頭一家賣披薩的小店，到2025年跨入萬店俱樂部，塔斯汀的崛起速度讓同行咋舌。可如今，当年排队打卡的年輕人開始集體粉轉黑，社交平台上漢堡變小了，價格變貴了，吃到生肉了的吐槽簡直是鋪天蓋地。在塔斯汀外賣訂單上，香辣雞腿堡從12.9元变成了14.6元，而食物拿在手裡，怎麼看都不像從前那個一份頂饱的塔斯汀漢堡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個頂着國貨之光光環的網紅漢堡，怎麼就走上了口碑崩塌的老路呢？2012年那一年，3位80後創始人，其中為首的叫魏有淳，在江西南昌開出了第一家塔斯汀。有意思的是，魏有淳之前還有個身份，華萊士的加盟商，手裡最多的時候開了7家門店。按理說，一個當過華萊士老板的人做起漢堡來，應該輕車熟路吧？但塔斯汀一開始賣的壓根不是漢堡，而是披薩。披薩生意一做就是好幾年，結果門店始終沒突破100家，不溫不火的吊着一口氣。直到2018年，团隊把披薩的劲道面餅和漢堡胚結合，捣鼓出了一项後來被無數消費者記住的黑科技——手感现烤堡胚。第2年，塔斯汀正式打出中式漢堡的旗號，一口气推出北京烤鴨、梅菜扣肉、麻辣水煮等口味 slogan， 喊的那叫一個響亮，就是中國味，就愛中國寶。這套中體西用的邏輯一炮而紅，現烤堡胚外酥裡軟，加上那些聽起來就很中國味的餡料，一下子擊中了年輕人的獵奇心理和文化歸屬感。加上定價走的是親民路線，人均客單價大概15塊錢，比肯德基、麥當勞低40%左右，比華萊士好吃，比肯德基、麥當勞便宜，成了它的杀手鐧。之後就是一路狂奔。2021年，塔斯汀拿到了源碼資本和不惑創投的1.2億元融資，從此開啟了瘋漲模式。2022年到2025年，每年新開門店都在2300家以上，其中2023年最瘋狂的一年，直接開了3420家。截至去年11月底，全國在營門店達到11124家。從確立中式漢堡定位到突破萬店，只用了短短6年。但現在再去翻塔斯汀的社交平台評論區，畫風已經完全變了。2026年初，連鎖快餐品牌頻繁調價的消息在消費圈炸了，肯德基漲了2%左右，麥當勞這幾年也斷斷續續的調了好幾輪，幅度從4毛到2塊錢不等。可真正讓消費者上火的是塔斯汀，不僅外賣平台上的優惠前原價更貴了，漢堡本身似乎也在縮水。有消費者在外賣平台上反映，自己收到的塔斯汀漢堡跟宣傳圖完全不一樣，宣傳寫12厘米，實際只有10厘米，直接扣上了虛假宣傳的帽子。雖然塔斯汀方面在2026年1月回應說，所有產品執行統一的重量標準，堡胚外形存在差異是因為全部都是人工手感，但這個解釋顯然沒能堵住消費者的嘴。更要命的是，價格還在悄悄往上漲。雖然塔斯汀的定價策略複雜，不同平台、不同時間段的優惠力度五花八門，但消費者有一個共同的感受，想用以前那个價格吃到同等分量的東西已經不可能了，漲價帶來的滿足感在下降，而消費者的價格焦慮卻在集中爆發，這才是塔斯汀真正要面對的輿論風暴。再看食品安全問題，塔斯汀完全是把消費者的信任按地上摩擦了。2025年7月，濟南一位消費者在天橋丹鳳街店的漢堡裡吃出了生肉，他找店員理論，對方不承認是不熟，說是肥肉，找官方渠道也沒得到妥善處理。然而這僅僅是個開始。2025年12月，煙台一位消費者在萬象匯店點了雞米花，凌晨5點送到，咬了一口感覺黏黏的，很惡心。7點左右就出現了腹瀉，門店以檢測名義取走了未熟的雞米花，雖然提出退1賠10，但始終不承認肉質不熟，說黏糊糊的東西是機油，這些還不是孤立。在黑貓投訴平台上，涉及塔斯汀的投訴已經高達7815條。更現實的問題是，當一個加盟商不賺錢甚至虧錢的時候，他會怎麼控制成本？少放點醬，蔬菜切薄一點，省幾塊錢的原料，這些所謂的省錢小妙招最終都會原封不動地傳遞給消費者。漢堡變小有一部分原因就在這裡。對於塔斯汀來說，眼下最急迫的或許不是搞多少聯名開多少新店，而是先把那個漢堡做回它本該有的分量，讓消費者花出去的每一分錢都能買到一個真正中國漢堡應有的誠意。